当我们把零件的网格都处理好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处理零件的移动与变形。我们要先观察一个零件会如何移动，分解它的移动方式，然后分配至各个参数。最后在 animation 阶段才能用复数的参数组合成自己想要的动态。如果你是首次购买 Live2D， 别忘了使用说明栏中的折扣码，取得软体首购优惠哦。如何制作 2D 模型？标准建模：眉毛、眼睛、嘴巴。1. 眉毛，高度、角度、变形。2. 眼眶，开关加普效眼型。3. 眼球，上下左右。4. 嘴巴，开关加正负嘴型。1. 眉毛，当还没有变形的标准时，我们可以先参考自己的样子，拿起镜子我们观察眉毛，然后尽力的去皱眉跟展开你的眉毛。以我来说，我观察到自己的眉毛皱眉与展开的时候，有高度变化与形状变化。依照官方的范例，就可以分配给眉毛的高度跟眉毛的变形。另外还有一个眉毛的角度，转动整个眉毛的角度，虽然真人可能办不到，但加上这个的话，会让你的角色表情更加明显。1. 眉毛高度，我们先选择右眉这个零件，创建一个弯曲变形器，把右眉包起来，然后变形器给一个命名，就叫它 R-Brow Y， 这样我就知道这个变形器是控制眉毛的高低。选择 R-Brow Y 这个变形器，在控制右眉 Y 的参数上，点选追加3点的按钮，就会在头、中、尾部下关键点。这个时候眉毛还没有任何移动，我们点选负1的位置，把眉毛拉低。然后用动作反转的功能垂直翻转，把负1的位置反转成正1，眉毛就会自动做出反向的移动。1. 眉毛角度，在 R-Brow Y 之下，再创建一个弯曲变形器，然后给一个命名 R-Brow Angle， 代表右眉的角度，以拉动红色框的方式去让右眉内斜跟外斜。1. 眉毛变形，使用变形路径编辑，在 R-Brow 这个零件下3到5个点。至于点的位置，如果眉毛是顺畅的弧线，可以平均分布；如果眉毛是眉头有一点转角的话，就在转角处点亮下得密集一点。然后再将皱眉与展眉的变形分配给负1与正1。皱眉可以是简单的下凹圆弧线，或是做波浪状。展眉通常就是用变形路径的方式抬高眉毛后，扩展成更圆的形状。或是你也可以参考自己的眉毛是怎么移动的，然后做到参数里。注意，变形路径编辑只是个中途的工具，如果变形的不滑顺，我们可以删掉这个路径，自己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的调整，直到形状滑顺。
2. 眼眶。眼眶是外面一圈包住眼球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眼眶的动态，然后分配给参数。首先，眼睛可以闭上与打开，而打开之后又可以开得更大，像惊讶的样子。再来，眼型有2个形状，普闭眼与笑闭眼。真人应该是闭上眼睛只会有一种眼型，但是如果做2种眼型的话，可以表现更多像是动漫的情绪。2. 眼眶开关加普笑眼型。2个参数的组合是比较困难的类型，新手刚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混乱，做法也比较难以说明，所以请学生认真的看画面。上眼眶会是这部分的主体，先把眼睫毛跟眼皮关掉。我们先以普闭眼的0开始，对控制眼睛开关的参数进行调整。先从调整上眼眶开始，眼开关0是闭眼，要捏成下凹的形状。眼开关 1.5 是惊讶眼，要把上眼眶提高与微微外扩。然后是侧眼眶跟眼白。如果不想个别调整，我们可以将这2个零件一起选取，压扁之后，用变形路径编辑去贴合闭眼的上眼眶。而眼开关 1.5 的部分，在删除路径之后再进行调整。普闭眼的开关眼都做好之后，我们再来调整笑闭眼。我们可以将普闭眼的所有眼眶零件用变形路径编辑转变成笑闭眼。笑眼型的特色是眼眶的下半部分会像山一样鼓起。所以我们要在开闭眼时做一点形状微调。我们可以用变形路径编辑粗略的调整之后，再对节点调整。最后在切换眼型，在0与1的时候，慢慢移动开闭眼的参数，确认过渡没有问题。这样眼眶的部分就完成了。如果有眼睫毛或是眼皮，记得在完成眼眶主体之后跟上。3. 眼球。眼球相比其他部分都来得简单得多，只需要平移上下左右，就有最基本的效果。3. 眼球上下左右，我们只要用一个弯曲变形器 R eyeball XY 把眼球这个零件包起来，在眼球的参数 X 移动左右，在眼球的参数 Y 移动上下，最后对这2条参数用4角形状合成就好了。4. 嘴巴开关加正负嘴型。嘴巴的零件原始状态最好是处于平嘴的状态。
如果零件有不属于直线的状态，会很难变形。越是偏离直线，越难把它凹成别的形状。一、直线最佳，原零件为没有弯曲的直线，正反向塑形都容易，弯曲可以保持滑顺。二、弯线中等，原零件已经被弯曲的情况下，尤其在往反方向变形的时候，需要多一点调整才能保持滑顺。三、折线困难，原零件为猫嘴或兔嘴这种 W 的嘴型，线条已经被折过，如果要再将其变形成滑顺的弧线，需要更多的时间再对点调整。那我们开始制作嘴巴，先将上下嘴选取，然后使用变形路径编辑平均下点，然后再捏成各个闭嘴时的嘴型。调完了之后，我们再切换成开嘴的状态。再捏成各个开嘴时的嘴型。
做开嘴时要注意的点是嘴角，要注意是否上下嘴有正常连接。嘴的框线完成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处理内嘴的部分。善用变形路径编辑去对内嘴零件变形，填满嘴框内的范围。最后在切换嘴开闭在0与1的时候，慢慢移动正负嘴型的参数，确认过渡没有问题。如果发现嘴框怎么样都接不上，或是内嘴无法服贴，但现有的参数关键点不够使用的话，可以在2点之间再下一个关键点，然后再调整变形。最后依照你的需要，可以加入舌头或牙齿，让嘴部更加真实。检查完后，这样嘴巴的部分就完成了。以上，当你了解了五官数值与组合的差异之后，就可以去探索自己的模型风格。怎么样的参数组合可以达到你想象的画面？这集的课程到这边结束，你可以分享给你任何愿意学习的朋友。要是你可以留言，那我会很开心的。我很喜欢看大家的留言。下一集的内容是标准建模、头部、身体、手臂。那期待下集再见。